可是我虽然不太会转弯。您现在看到的是毛不易开演唱会万人大合唱的片段，而他没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所有人都很喜欢你，你的消酬也很好，但是我并没有期待，因为你其实从始至终你的曲在我这里就没有过一次关。上一场都已经说得很直白，去好好学习一下。你刚是不是喝过酒？是啊，被发现了吗？我的第一选择不是机会。哇！怎么了？巨星，你的弦砰砰砰，是弦断了吗？除了羞涩和内敛，还有很多人说他的歌不适合比赛，他的演艺之路不会到达怎么样的高度。那么毛不易到底是怎样从一个急诊科的男护士变成一位万人大合唱歌手的呢？华晨宇怒怼毛不易到底对不对呢？今天就来聊聊我们的国民歌手毛不易。毛不易原名王维嘉，1994年10月1号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泰来县。他的父母都是公务员，家庭平凡，简简单单但充满着爱。而王维嘉这个名字是因为父母老来得子，对孩子的期望很简单，就是希望他能过得顺顺利利，别太多的波折。小时候，毛不易的成长跟一般大多数的小镇青年一样，日子安安静静的，但心里面又有点不安分。小学的时候，他跟着妈妈的朋友学唱歌，那时候只是培养了音乐的兴趣，当时也没有想过以后要吃音乐这碗饭。而毛不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初中的时候，他把之前的名字改了，从王维嘉改成了毛不易。这并不是叛逆，而是他对自己价值观的一种确认。易就是改变的意思，不易就是不改变。毛不易就是想要坚持自己的本心，不被外界所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坚持的对的东西，很多时候会动摇，叫不易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受到干扰，不要轻易改变。他后来创作一直坚持从平凡的视角记录时代的情绪，不被浮躁的演艺圈带跑偏。这个名字里面的不易不改变，就有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造就了他在音乐上的某种程度的不妥协，才成就了他后来今天的地位。初中的时候，毛不易性格变得内敛敏感，平时就喜欢观察身边的人和事，用观察生活来排解心里面的孤独。而高考的时候，毛不易的分数不够，大学分配专业的时候被调剂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护理学专业。他对护理其实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如果这时候转专业的话，需要成绩特别的好，流程还特别复杂，所以没办法，毛不易就只能接着念这个专业。现在回过头时来看，他说那时候其实挺迷茫的，感觉就是将错就错的妥协。在枯燥的学习生活中，他只能靠着音乐找安慰。在学校的时候，他参加了校园的10大歌手比赛，还当过评委，有了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机会。在大4实习之前，他开始学习吉他，还试着写歌。他第一首的原创作品是给姐姐的婚礼写的，歌曲的曲风和歌词都非常质朴和温暖。可惜现在找不到资料和记录了。那时候很早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2016年，毛不易去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实习，当了急诊科的男护士。在医院当实习男护士这一段期间，对毛不易的创作影响特别大。首先是男护士不多，毛不易在护士堆里面成了显眼包。其次，他在急诊科轮转，负责处理救护车送来的患者，执行3查7对等护理操作，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很疲惫。重点是在医院期间，他经历了很多的生离死别，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毛不易的母亲因为癌症离世，母亲临走的时候，哪怕是饱受着病痛的折磨，还强忍着吃饭，就盼着能看到儿子的成家立业。然后他就是硬吃下去，吐出来，然后继续再吃，就是硬要吃，就是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他说他就是觉得他儿子还没有结婚，就说他没成家，他没有家。后来毛不易写《平凡的一天》里面的一荤一素描绘的那种场景，灵感就来自于这段经历。不易的就是他的妈妈以前做饭的样子。在急诊科上夜班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事，像凌晨3点半有人吃药，有人打鼾，
有人在消化科病床里庆祝生日，这些事又荒诞又真实。后来被他写成了《消愁》里面的清醒的人最荒唐。在医院实习那段时间里，他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出租屋里，屋子特别小，只能放下一张床。那时候他没钱，冬天冷的只能裹着薄棉被发抖，还想到以后如果有钱了，一定要买一个又大又软的沙发。你看，就是这么质朴的理想。下班之后，他就靠着综艺写歌排解工作的压力，把在医院看到的事变成歌词的素材。毛不易早年的这些经历给他的创作带来了2个特别明显的特点，一个是真实感，护理专业加上医院的实习，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各种各样的生命故事，所以他在歌词里面既有生死带来的厚重感，又有老百姓生活里的烟火气。比如《无名的人》这首歌，灵感就来自广州城中村的外卖员和环卫工。另外，他从小镇青年到实习护士的经历，让他始终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写着时代的情绪。像《消愁》里面的6杯酒，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写出了都市人心里的孤独和挣扎。不管什么阶层的人听了都很有共鸣。有人说毛不易的歌就像一把温柔的手术刀，把生活表面划开，直接触碰到普通人的心里最隐秘的那些情感。确实，他这些经历不光给他积累了很多的创作素材，还让他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始终保持着温暖和悲悯的风格。时间很快来到了2017年，这就到了毛不易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时间，还产生了他和薛之谦之间奇妙的缘分故事。看到这里，屏幕前的你记得动动手指订阅一下红衣阿文的频道。我们接着聊毛不易《明日之子》出道的故事。2017年，毛不易第一次登上《明日之子》初赛的舞台，当时他就紧张得不行，上台前居然喝了白酒壮胆，结果表演的时候状况百出，吉他的弦断了，耳麦也失声了。薛之谦都忍不住调侃他，说他是喝酒上台的选手。你刚是不是喝过酒？是啊，被发现了吗？选择不是去坏，是去坏，是去坏。哇！怎么了？巨星，你的弦砰砰砰！怎么了？呀，是弦断了吗？抱歉啊，毛不易，我们要再来一次。稍等，再来一遍哦！你刚刚说话还是没有录进去你的声音，抱歉，再来一次啊！不过，薛之谦被毛不易原创的这首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被他的歌词打动了，觉得这首歌歌词平凡而且特别戳心，就给了他黄金晋级票。但是就是要给你过。哇！恭喜你的结果是超级666，跳起来 ，Come on baby， 喝了白酒一起跳舞。这可以说是毛不易逆袭的起点。薛之谦这一慧眼识珠的做法，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和毛不易之间的缘分的开始。《明日之子》的第7期，毛不易演唱了原创歌曲《消愁》，歌词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死亡一出来，全场的人都被感动了。杨幂当时就感慨说：“你是被生活抽了多少耳光啊？”薛之谦更是激动地站起来，直接说：“这个词让我想跪。”毛不易，你这个人真的很神奇，你到底经历过多少？你被生活抽过多少耳光，才让你的歌词里有这么多的故事？我是一个专门研究词的人，我研究了12年词。你写到我想给你跪。这首歌在24小时的播放量就破了1000万，首周的播放量更是破亿，在搜狗单曲畅销榜的冠军位置蝉联了3个月。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晚毛不易的人气居然还是垫底，还差点就被淘汰了。好在薛之谦再一次出手，用唯一的保送名额保住了毛不易，还说乐坛太需要这样的原创歌手了。我后来突然之间发现了，其实这就是一场游戏，是我可能太认真了。简单了，按照人气来这么比的话，我一定是留4个人里面人气最低的一个，以防他再被淘汰。人气最低的是谁？
是谁？我们稍等一下，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给到我们几秒的时间，好不好？我们确认一下，芊芊，你是毛不易。不易下来，恭喜毛不易，全场第7个超级666。也谢谢十分疼惜人才的芊芊给出的艰难的这个抉择。后来，毛不易消愁了这首歌被大家看作是选秀史上最长尾效应的作品。薛之谦的坚持也被大家称赞，说他这个是用前途护住了才华。在节目的晋级赛期间，华晨宇公开批评毛不易作曲能力不足，还建议他找人帮忙写歌。这一下就引发了技术流与情感流的大争议。我应该跟大家都不一样，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虽然所有人都很喜欢你，你的消愁也很好，但是我并没有期待，因为你其实从始至终你的曲子我这里就没有过一次关。我还是那句话，你的词很好，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不是很擅长写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找人帮你写。在毛不易和孟子坤对决的时候，薛之谦故意投出平票，把决定权交给观众。最后，毛不易靠着像我这样的人成功逆袭晋级。但是你有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句难听话，你今天挑其他的人，可能你相对来说你的胜算很大。你今天敢挑孟子坤，我就随你心愿，让你堂堂正正像我一样的赢。所以我这票投给孟子坤，你们2比2。恭喜毛不易成为本场第3个进入9大偶像厂牌的明日之子。还有那个虚拟歌手赫兹，因为节目组操控让他晋级，薛之谦当场摔话筒表示罢录，直接揭露了背后的资本黑幕。对于上一轮，非常抱歉各位，我得到主办方的指示，他们告诉我不要让赫兹输得太难看，所以要我投赫兹1票。现在反而让赫兹晋级了，我觉得我有责任。今天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任何一个人走，我辞去新推关这个责任。薛之谦这一系列为了毛不易做出了反抗行为，真的是在用个人名誉在换公平。毛不易在这过程中的晋级也成了草根对抗资本的象征。最终到了总决赛，毛不易拿出了原创的歌曲《盛夏》，对战马伯阡和虚拟偶像赫兹。时光迟暮不返这句歌词让很多人都产生了共鸣，李荣浩也给他助阵，还清唱了《消愁》。投票的时候力挺毛不易，说他代表着华语乐坛的未来。最后，毛不易以1400万票夺冠，成了节目史上的首位纯素人冠军。恭喜毛不易！媒体都评价说他这是用才华扇了资本一耳光。人物杂志也说他缝合了时代的孤独裂缝。在《明日之子》节目的整个过程里，薛之谦经常给毛不易分享歌词、打磨技巧，一直强调真情实感比技术更重要，还拿自己的经历鼓励毛不易，说坚持下去，你就是巨星。在社交媒体上，薛之谦也多次推荐毛不易的作品，夸他是稀缺的轻行者。他们两个的关系亦师亦友，薛之谦对毛不易的力挺，那真的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毛不易自己也说，没有薛老师就没有今天的他。而屏幕前的你们有喜欢薛之谦的吗？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这决定了之后我是不是要做一期薛之谦的故事。也拜托屏幕前的各位记得动动手指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我们接着聊毛不易出道之后的故事。毛不易通过在《明日之子》的经历，他打破了选秀节目颜值至上的规则，证明了真诚创作是可以对抗资本运作的。李健夸他让音乐回归了本质，薛之谦赞扬他才华接一切，媒体还把他誉为少年李宗盛。毛不易在《明日之子》出道的这段经历实在太励志了，这也是我做本期视频的最根本原因。参加了《明日之子》之后，他开启了音乐之路，终于走顺了。同年9月，他趁热打铁发行了首张专辑《巨星不易工作室 No.1》，收录了《消愁》《像我这样的人》这些优秀的作品，还成功进军了海外市场。到了2018年5月，毛不易发行了首张录音室的专辑《平凡的一天》。这张专辑是李健、赵照帮忙制作的，
上线才15分钟，销量就破了50万。这一年，他还给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演唱了主题曲《不染》。2019年，他凭借《平凡的一天》获得了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最佳作词奖，还入选了福布斯中国100名人榜。2020年，他发行了第2张专辑《小王》。21年，他又推出了第3张专辑《幼鸟指南》。毛不易也热心公益事业，在河南暴雨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捐了50万元，还参加了疫情义演《平凡的一天》。到了2018年，他身份一转，以主持人的身份回归《明日之子》的第2季，和何炅老师搭档主持总决赛。明日何惧无畏勇闯，本节目由生而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千万别出门，出门就是焦点。本节目由小哥们的时尚潮流顾问京东联合赞助播出。快，美团外卖送啥都快。本节目由美团外卖联合赞助播出。手机选得对，修图师都让位。在节目中，他的救场能力和幽默感可圈可点，还调侃选手说：“你唱的比我写的词还难懂”，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所以大家给他封了个冷面笑匠的称号。2018年，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第3季节目中，独特的音色一出来，全网都在狂猜他是谁。最后见面的时候，薛之谦都忍不住感叹：“你的声音藏不住灵魂。”2020年，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他用一荤一素致敬母亲。虽然他一直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大嗓门歌手，温暖的声线，不卑不亢，娓娓道来的演唱，还是唱哭了观众。人物杂志把他这个舞台评为年度最动人舞台。除了歌唱综艺，2021年毛不易还参加了《向往的生活》第5季。太烫了。生气了，不玩了啊？任何的劳动，就是你可以不用担心。哎呀，好难啊！我们咋抓呀？你按照我的手，毛毛加油！我的手在哪个位置？哎呀，没事，毛毛。哎呀，他在蹬我啊！别啊！来，1、2、3，扔上去啊！一扔上来。2、4。在节目里面，毛不易家务黑洞的形象特别好玩，切菜能切到手，烧火还能弄出一堆烟。黄磊老师都笑着调侃他说：“你是来砸场子的。”从2022年到2024年，毛不易搞起了自己的个人品牌慢综艺《毛血旺》，和李雪琴搭档主持。节目里面泡面哲学、停电夜谈这些场景特别出圈，网友们都说这个节目是社恐治愈指南。而且毛不易在节目里面即兴创作了《毛血旺之歌》，成为了热门的2创素材。他在节目里面对生活的观察，还反过来给专辑《幼鸟指南》提供了灵感，真正实现了内容反哺音乐。到了2025年，毛不易在春晚舞台上和莫文蔚合唱《岁月里的花》，舞台的背景是油画，两个人的声线搭配实在太绝了。人民日报都评价说像是月光与大地的共鸣。最后，在我看来，能被称为国民级歌手的不多，有2位一定是，一个是周深，另一个就是毛不易。毛不易的音乐风格兼具了民谣的叙事性和流行的感染力，低沉的嗓音自带沧桑感，是典型的治愈系，歌词质朴，贴近生活，特别容易引发共鸣。这些年，他的经历也打破了大家觉得他不适合竞技的固有看法。如果市面上打动人的都是那些清一色的大嗓门歌手，一惊一乍的卖弄式的演唱，那就太无聊了。而类似毛不易这样的温暖的声线，不卑不亢，娓娓道来的演唱，也应该得到很好的反馈。他除了歌曲能够治愈人，也很庆幸在综艺节目真人秀很火的今天，在节目中的表现也让大众更了解并喜欢上他这个人。毛不易的本人有很特别的个性，一种很慵懒的松弛感。他的个性也导致了他的确很难被外界改变。他证明了一件事：真诚比技巧更动人。就像褪去明星光环的毛不易，始终保持着业余巨星的清醒。爆红过后，仍然选择了和室友合租，还拒绝流量炒作，有一种在暴风中先保持沉静的特质。所以在众多的年轻艺人中，他在普通年轻人里面也有很高的影响力。除了周深，
毛不易也是我庆幸存在的一位艺人。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是洪嘉文，喜欢我的作品请动动手指点一个订阅，谢谢你观看完我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